这只是玉木啊？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呀。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庄先生，玉木是中川良姐私人财产，不经过她的允许，我不能让任何人触碰它。韦高道先生，玉木对庄瑞来说非常重要，你能不能破个例，帮帮忙嘛？受人之托，实属无奈。不是，中国有句古话啊，叫礼尚往来，意思就是我帮你干了一件事儿，你总得加倍的偿还我吧，对吧？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帮你把红宝石找回来了，现在也没什么人，你偷偷让人看一下呗。如果是别的事情，我在所不辞，但是玉木啊，真的不行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中川也是我的朋友啊。怎么了？等一下，什么声音啊？
是你啊。借口古爷爷的案件，引诱我来基辅，全都是你设计好的，是吗？接近我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利用我，拿到玉木，是吗？别人的生命又算什么呢？钟瑞，你知道那个东西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对不起了。找到了吗？是秦玄彬，他拿走了玉木。啊！我就说他没那么好心。来吧，咱们吧。别担心了，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他。Заднє вікно розбите, вони втекли. Hey, 怎么办？哎，你说他会不会回他继父的家里了？我觉得应该不会。为什么？他很清楚我们知道他们家的地址。如果现在贸然带着玉木回家，是不是太冒险了？那会不会什么呀？会不会回国了呀？回国？有这种可能，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暴露了。如果在当地停留的时间越长，他们就越被动，所以肯定会想办法把玉木赶紧送回国。只是从这儿到机场的路有4到5条，我们找哪一条？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Victor 刚刚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中传连接线上的榆木被偷了。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他们刚往那边逃走了，开了一辆黑色的车，车牌号是 AA28281K。哦，职业病。那咱们现在有什么办法吗？什么人干的2个中国人。中国人？为什么会？叶莲娜，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，但是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帮助。你能不能多派一些人手，帮我们沿着去机场道路上继续追查？ Андрію, пані Мяо потрібні люди поїхати в аеропорт. 还有一件事情，再多借一辆车，我们分头行动可能会更好。可以啊。
这么多人来抓我们2个人，未免也太兴师动众了吧？把东西交出来。你疯了吧2条路让你们选择：一，放我们离开；二，同归于尽。走，走！我去把他抓回来。不用，别激动，老老实实把玉木交出来，真的还有减刑的机会。庄先生，我之前答应过你，等事情结束后，我会向你把古老的事情解释清楚。我们换一个地方说话。古老不是我杀的。古爷爷玉海前，收到你发来的短信，预知当年考古队内情，速来102号包间，中川良介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天古爷爷约我去灵运茶楼，收到你的短信，便立刻下楼，然后遇害。除了你以外，我想不到任何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作案，这么精确的作案。我承认，那天我确实去了灵运茶楼。预知当年考古队内情，5点15分，灵运茶楼102包间等你。古天风。那天，我按照约定到了茶楼。当我推开102包厢的时候，看到的却是古老的尸体。晚了5分钟。真是太失礼了。古老先生，实在是抱歉，古老先。
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古爷爷5点15分下落，你也5点15分到达现场，那凶手怎么作案呢？作案以后又怎么潜逃呢？因为那天我并不是准时到达的。就是这5分钟的时间差，导致古老被害，而我却成了嫌疑犯。如果问心无愧的话，你为什么要潜逃去基辅？我并不是逃到基辅，我只是预感到这些信息，包括古老的死，像事先有人设计好的。我担心玉木的安全，所以立刻飞往基辅，将玉木转移。虽然我不是凶手，但我当下没能及时站出来作证，所以对于古老的死，我一直心怀愧疚。庄先生，有人利用信息把我跟古老引去同一个包间，杀人后又将嫌疑引到了我的身上。这个代替我们发送信息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凶手。2条信息同时提到了当年的内情，到底当年是什么样的内情，能够让你跟古爷爷同时受骗？中川良介先生到底干嘛的呀？啊，在基辅都能住这么大的日式别墅，我去！哎，就刚那些古玩，个个都价值不菲。中川先生热爱收藏，当然了，他的这些藏品也不只是中川良介先生的收藏，还有一部分是他父亲中川洋平先生留下的。呀，你看啊，自己是有钱人，爸爸也是有钱人，哎，多好！中川洋平先生特别热爱中国的文化，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中国的科考队，从事考古研究工作。回国之后呢，才开始从商，创建了中川株式会社。哦，那中川家族具体做什么生意的呢？主要就是房产、电器，然后外贸这些。当然了，也有一些古董生意。啊，太巧了，像我们这种青年才俊啊，志趣相投。我觉得可以介绍认识一下，交个朋友。我们在北京潘家园也有古董店，有兴趣过来逛逛。不用理他，他一提到钱他就兴奋，这纯属于生理反应。哎，你说中川洋平先生之前是一位优秀的考古工作者，那回国过后为什么没有继续研究工作，反而从商了呢？这中间是有什么故事吗？2位，请跟我这边请。